我们來看一個郵件吧，也是剛好來自西雅圖的水友，就是 PP 爸爸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剛好關於斬殺線的來自西雅圖土著的郵件。斬殺線 ，Hello 發姐，雖然剛給你發過一次郵件，但還是很想聊一下斬殺線這個事，畢竟是20多年的老西雅圖人了。和之前一樣，我就是個數據點，不能代表全美國。這篇估計會很長，不奢望發姐在直播間讀。斬殺線這詞吧，是真心傻逼，應該源於遊戲吧？但這個詞說出來太像喊麥了，感覺下一秒我就要刀斬逆徒，重回江湖，10年中產一刀斬殺，我就問你服不服？首先說觀點，我覺得任何中產都是可以變成窮人的，甚至可以說富豪也是可以變成窮人，但絕沒有到斬殺這個程度。我可以從失業、醫療和住房3個方面簡單說一下。美國一直不是高福利國家，但是基本的保障還是有的，比如食品券、住房補貼、免費食物、助學金等等的。華州是有失業金的，根據失業之前的公司收入，政府會給予每周100到1000的生活費。我2年跟大家說一下，那個西雅圖屬於華盛頓州啊，我也覺得很奇怪。我以前說華盛頓州不是應該 Washington DC 嗎？但不是啊，西雅圖是屬於華盛頓州。年前被 Amazon 裁員的那段時間，每周會領1000左右的失業金，好像領了半年。當時我老婆還在工作，所以家庭收入還不到可以領其他福利的程度。但如果我是單身又沒房，那失業後大概率可以領取食品券，還可以用 Medicaid， 就是針對低收入的免費醫療保險。當然了，隨着偉大的川總統的上台，這些福利現在都有點危險。川總統覺得窮人福利太好了，還是應該把錢留給那些真正需要的人，比如馬斯克和他自己。就是一般來說呢，民主黨呢，就像我是一個老中啊，我就是簡單的去說一下自己的理解，就是民主黨那邊呢，就相對更傾向於大政府，就是更多的福利，更多的兜底，對底層或者說對於弱勢群體的幫扶。然後川呢，也就是說啊，你們不是為了補貼窮人，你們就是貪污，你們把這錢都貪了。你們就是貪污，最好就是不要搞這些了。政府債務太大了，我們就是不養懶漢，基本上就可以這麼理解啊。醫療確實很貴，但有保險就還好。我在大學畢業的第1年生了個大病，當時收入非常低，公司沒有保險，我就申請的低收入的 Obama Care 保。關於奧巴馬 Care， 我不知道是什麼，但是經常聽他們說，有沒有同學可以具體解釋一下 Obama Care 到底是什麼？保險負責80%，我負責20%。可20%我也拿不太出來，所以醫院幫我申請的 charity 就是民間的慈善機構，他們很快就同意幫我支付那20%。還有這種好人，這不叫水滴籌嗎？至於大病需要長期服用某種藥物的，其實不太需要花錢，因為這類長期藥的藥廠會希望你用他們藥，所以他們會幫你支付你自己需要支付的那部分，然後賺保險公司的那部分。保險都會有 max out of pocket 的額度。比如說是1萬。我跟你說，常年生活在美國或者說英語地區的人，說話就是這個逼樣兒，一段裡面就非得給你塞上幾個英文單詞兒，不管你讀不讀得懂，他也不解釋是什麼意思。這就是一種不由自主的、情不自禁的生活久了就是這個樣子。是有門檻的，必須要有工作，而且是低收入，還要過背景調查和藥物檢查。雖然政府支出的很多，但我覺得能給這樣的家庭一個安穩的生活環境是值得的。哪怕功利性的說，這麼做對治安、對經濟也都有好處。當然了，偉大的川總統上台也想砍這個。還有就是房產稅什麼的，這個就挺扯的。你都有房子了，你怕什麼房產稅啊？房產稅能比房子貴嗎？最壞的結果不就是把房子賣了嗎？所以綜上所述，中產沒那麼容易被斬殺，還是能挺一挺的。當然了，川普總統如果還想要繼續偉大或者更偉大，那就難說了。最後說一下，為什麼美國流浪漢多？推薦一本書叫《貧窮的本質》，是一部諾獎作品。這本書裡有一個概念叫貧窮陷阱，就是說有一個閾值，當窮人的財富低於這個閾值，就掉入到了貧窮陷阱。在貧窮陷阱中的窮人生活開銷會非常大，容錯率極低，這時候靠個人能力是很難走出來的。容錯率低就是我認為美國流浪漢多的原因。就像我說的住房，吸毒就拿不到這個補助，沒有房就要流浪，流浪對健康、形象、精力、意志力等等都是巨大的考驗，很難再爬起來了。馬斯克、喬布斯，各種明星都有吸毒的歷史，但他們容錯率高，甚至有的人都重罪犯了還能當總統呢。那就是我們偉大的。最近 B 站那個什麼老 A 特別火，一個沒圖沒視頻，純靠嘴輸出的人，居然能有這麼多人信，我是沒想到的。
而且這個人極度雞賊，半真半假。那個西雅圖冷雨夜純粹就是故事會，幾個故事挑挑揀揀揉吧揉吧就講出來了。還有人說為什麼不打假他？沒常識嗎？這是不應該他自己證明是真的嗎？他自己都沒證據證明自己是真的，我們怎麼可能證明出來他是假的？最後附加一個保險的圖，這個要單價6萬1針，每8周扎一次。在我說的那個額度滿了之後，保險負責全部，需要自己交的部分是0，相當於只要年初的第一次扎針藥廠報銷，之後全年看病都可以是免費。什麼針啊？6萬每刀一針，扎了是可以讓我再活10年嗎？我操！我老子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貴的針，什麼針呢？可怕，6萬塊錢一針，是能治癒癌症嗎？我的媽呀！希望爆發姐或者直播間一些朋友多了解一下美國的多樣性吧。香港兒子皮皮的同學，謝謝皮皮同學，謝謝皮皮爸爸。這個邮件說的比較中肯啊，那因為这是個活人啊，可能是罕見病，可能是資本主義者。謝謝你哄娃呢。哦，你有些，我就說你有新寶寶，差點說錯了。他們家有寶寶，就是最近才出生沒多久，所以還是很辛苦。謝謝你的投稿，幫助我們更全面的認識美國這個邪惡的帝國。當然我這個不是真的想說他這樣不好哈，因為我的英文水平還勉強可以看懂，就怕你們看不懂啊。那就意味着這一年你自己需要支付的錢最多就1萬，1萬之後所有花銷保險負責100%，所以有醫療保險就意味着你有一個兜底，你這一年最多就花這麼多。很多藥廠就想幫你付這個錢，等這個額度滿了之後，保險就會全額支付之後的藥。有些藥非常貴，一次就上萬，所以他們穩賺不虧。當然了，偉大的川總統上台後想取消低收入的免費保險，而且會讓有慢性病的患者更難買到保險。最後是住房，美國有個租房補助計劃叫 Section 8，我朋友有套房就在做這個。他那套房房租4800，政府負責4600，租戶負責200。這個房租高於市場價格，因為不高的話，沒人願意租給低收入人群。租戶是一個在美甲店工作的單親媽媽，帶3個孩子。這個申請，單親媽媽帶3個孩子，什麼地獄開局？我操！